所以，允章啊，你便是瞧着你大哥的样子，连半滴眼泪都没有，是吗？皇阿玛，皇阿娘去世多日来，皇阿玛一直沉浸于悲痛之中，儿臣心疼不已，也觉得自己该保持些清醒与理智，为皇阿玛分忧，所以不敢悲伤过度。好啊，你们这个时候倒是挂念起朕来。皇阿玛请节哀，请皇阿玛节哀，切勿再悲痛伤身。不孝之子，不孝之子！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！孝贤皇后是你们的嫡母，如今崩逝，你们不悲不痛，还接着替朕分忧，图谋不轨，内争外斗，朕怎么会有你们这种不忠不孝的儿子？皇阿玛息怒，儿臣不敢。皇上，永璋是一心为您着想，没有其他意图啊，皇上。纯贵妃，你已经有永荣和永璋了，朕把永璜交给你抚养，你便是替朕养出这种孩子来。皇上，臣妾知错。皇上，永璜和永璋也是为了您的龙体思量，并非是有心不孝的。无心都这样了，要是有心的话，岂不是要弑君弑父？朕呐，就是后悔当初没把永璜交给你抚养，否则就不会到今天这个样子。皇阿玛，你还想说什么啊？你以为朕不知道？孝贤皇后崩逝，你以为自己是皇子中年纪最长的，所以你就以为你可以承担社稷大任，有了觊觎之心，是不是？皇阿玛，儿臣绝无此心呐，但求皇阿玛明鉴。你还敢说你无此心呢？啊！这些治丧的日子，难道没有以长子自居，自命不凡？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，你不配当朕的儿子，毫无社稷之道。儿臣没有。皇上，就算是永璜有这样的想法，永璋也绝无图谋不轨之心啊！皇上，永璋才14岁，他懂什么呀？皇上，也是有你这样的额娘，才会教出这么荒唐的儿子。永璋处处与永璜争锋，讨好亲贵，谋夺太子之位。还有你啊，纯贵妃，别以为朕不知道你什么心思。皇上，臣妾母子不敢。皇上，臣奉君，子孙夫，妻从夫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你们母子3人将朕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，是不是？纯贵妃，朕明白的告诉你，永璜言行悖乱，永璋无人子之道，他们2人不可能继承朕的大统，听明白了吗？皇阿玛恕罪呀，皇阿玛恕罪，皇阿玛恕罪呀，皇阿玛恕罪。城都比你们好些，可以指望。皇阿玛皇上恕罪呀，皇阿玛。皇上，额娘，额娘，玉云，纯贵妃姐姐，纯贵妃拉下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额娘，额娘。都轻点儿，别愣在这儿，快去叫太医啊！快去端盆热水进来。卓，你醒醒啊，卓！在哪儿啊？姐姐，卓醒了。卓，您可醒了？你可把我吓死了。卓，你没事吧？我在哪儿？我们已经能回宫里了。我不是在关德殿吗？允璋呢？卓，三阿哥和大阿哥从景山一回来，就跪在养心殿外头了。太后，快扶我下去。主，您慢点啊，主！太后，主，太后，主，请纯贵妃安。冯姑姑，我要见太后。纯贵妃，关德殿一事，太后已然知道。皇上雷霆大怒，任谁劝说也无用。太后让奴婢传话，若您还想保着自个儿的尊荣，还想保着6阿哥和4公主，您就安分一些，留在自个儿宫中吧。姑姑，求求你了，
让我见下太后，我只说几句话。纯贵妃，天快下雨了，你去养心殿领了大阿哥和三阿哥回宫吧，别再惹祸了。好，那本宫改日再来给太后请安。主，都走了吗？是。教子不善，还不安分守己，哀家也帮不了他。孝贤皇后一去，谁不想争一争？嫔妃们都想做皇后，皇子们都争着想做太子。历来帝王就最忌讳这点，自己作死，还指望哀家救。不过这回的事情有些蹊跷。怎的在官德殿，大阿哥和三阿哥都毫无伤心之色，像是兄弟两个默契好的。你细查查。是。起来吧，傻孩子！哎呀，都跪了2个时辰了，皇上也没有要见你的意思。哎呀，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哎呀，风雨破园，诸位还是早些回去吧。玉虎姑姑，求求你了，给通报一声吧，让孩子们见见皇上，哪怕是告罪一下呢。皇上无心见列位，大阿哥、三阿哥，皇上已经下旨责罚了你们的师傅与安达，师傅们罚俸3年，安达们杖责50。2位阿哥，还是请跟随纯贵妃回去，闭门思过，以静心神吧。妈妈，妈妈，儿臣再也不敢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儿臣再也不敢了。娘子，妈妈，皇上，不要舍弃我们母子。放开！妈妈，儿臣不敢了。放开！主那日淋雨着了风寒，快喝些药吧。我病的这几日，可有谁来瞧过我？平日里，钟粹宫门庭若市。如今我们母子遭了罪，他们却都一个个避得远远的。主，人情冷暖本就如此，还是养好身子要紧呢。
嘉妃呢？嘉妃也没来过吗？嘉妃娘娘有这身孕，自然少走动。而且如今丧仪之事，还是嘉妃娘娘的四阿哥领着诸位皇子行礼呢。是了，那日在官德殿，皇上斥责了永璜和永璋，却夸了四阿哥。人说这四阿哥才9岁，却做什么都似模似样的，所以皇上屡屡夸赞。苏雨、苏然，你们两个平日最爱以其他宫里的宫女脉斗何事？赶出去！德喜、德福，孝贤皇后丧仪之时，巴结亲贵，你们两个最殷勤，也赶出去！冤枉啊！奴才冤枉啊！奴才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奴才冤枉啊！这是怎么了？外头怎么了？快跟下，我下去。主您别着急，我慢慢跟您说啊。到底是怎么了？孝贤皇后临终前举荐主您为继后，这事儿传得满宫都是。皇上认定是主身边的人有意泄露，谋求后位，所以就让晋忠公公把主身边伺候过的宫人一一查检，略有不顺眼的就打发出宫。怎么会这样？皇上都召见到本宫的宫里来了。是贤贵妃，是她挑唆指使的吗？贤贵妃忙着丧仪之事，哪有空理会这些啊？倒是主病着，前2日太医不肯来，还是贤贵妃拨了太医来的。她竟会有如此好心。其实主跟贤贵妃娘娘本来就要好，要不是孝贤皇后去了，您也不会跟她生疏了呀。主啊，依奴婢看，您就好好闭门思过，等皇上气儿消了，就什么都好了。只怕是难了。永昌断了太子之路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报应。主啊，您别太伤心了，是我的报应。这几日总觉着腰肢酸软、头晕目眩的，可是有什么不好啊？娘娘请安心，龙胎一切都好，只是嘉妃娘娘过于劳心劳力，所以才会觉得身上有些不安。哎呀，许是在丧仪上累着了。微臣会开几副安神药，请娘娘按时服下，静心调养才是。好，有劳齐太医了。那微臣告退了。立新送送。是。齐太医请。臣给四阿哥请安。永成回来了。儿子给额娘请安。快起来。来。饿坏了吧，儿子？慢点吃。快跟额娘说说，近日丧仪上如何呀？主，今儿四阿哥带领诸位皇子行礼，又老成又稳重，连皇上都夸赞呢。皇上听说您怀胎疲倦，特让四阿哥来给您请安。哎呀，咱们儿子真争气呀！你皇阿玛又夸你了。额娘，自从大哥和三哥被斥责，
儿子略做的好些，皇阿玛便很欣慰。昨日也夸，今日也夸，儿子都习以为常了。过来。额娘告诉你啊，不许骄傲，越是这样越要小心。如今可要轮到你医治毒秀了。轮到我？你的哥哥们死的死，废的废，论年长，论身份贵重，都该轮到你当太子了。额娘，你说什么？你是皇上登基后的第1个皇子，是贵子，你皇阿玛对你可是大有指望的，否则他怎么能成着那样夸奖你啊？我真的可以吗？只要你努力学习文武之道，讨你皇阿玛喜欢，好好听额娘的话，咱们母子定有出头之日。只要是额娘的心愿，我一定完成。好儿子，再吃一口。连着几日想要见姐姐，姐姐都闭门不见。宫中诸事平身，我得小心些。不止你，旁人我也不见。姐姐都知道了，是怪我害了大阿哥吗？你明明知道皇上最恨旁人觊觎太子之位。大阿哥和三阿哥为了太子之位，明争暗斗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我不过是让永琪在皇上面前提到了明神宗的国本之争。不过是国本之争，说的就是明神宗的长子和三子争夺太子之位。你让永琪去和皇上提这个，是已经算好了皇上会怀疑永璜和永璋。皇上生性多疑，若他肯相信自己的儿子，我便无计可施。而且，大阿哥已经不是当年承欢膝下的幼童，他对姐姐不过是仰仗利用，姐姐何必真心相待？永璜是错在一意算计，可是海兰，自遭皇上贬斥，永璜已经抱病在王府1个多月，不能起身了。他是咱俩都疼过的孩子。姐姐，你所爱的男人，或许有一天会为了其他的女人而厌弃你；你所疼爱的孩子，会为了自己利用你。你太重感情，这会是你最大的软肋。后宫之中情分本就难得，如果连这点情分你也撒手不要了，咱们还能有什么？我不奢求你原谅我，我一心一意为着你，只希望我的所言所行，你能够明白。主，于妃娘娘。
请令贵人安。贵妃娘娘已经歇息了，请令贵人改日再来吧。我刚看见于妃娘娘离开，贵妃娘娘这么早就歇息了。六宫琐事繁杂，我们主儿难免身心劳累，所以于主儿先期离开了。哦，那待娘娘醒来，帮我通传一声，说我来请过安。令贵人放心。主儿，您别太在意，娴贵妃也不是光不见您，六宫的嫔妃她都避嫌呢。娴贵妃也忒小心了些。其实嘉妃娘娘也是后位炙手可热的人选，现在人人都去启祥宫呢。你也觉得嘉妃是有登上后位的可能？嘉妃娘娘接连生子，又得皇上宠爱。其实无论是娴贵妃或是纯贵妃封后，跟咱们都无干。但若是嘉妃娘娘，她可不是好相与的人，恐怕第一个要为难的就是您。不如咱们先低一低头，就当是未雨绸缪吧。罢了，去启祥宫吧。主儿，余主的所作所为，若从为了您来说，那是无可挑剔的。本宫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就算知道用皇算计着本宫，我想到的还是那个小小的，在我膝下读书的永皇。叫我母亲的永皇。本宫难过的是，这么好的孩子，终究还是不见了。嫔妾请嘉妃娘娘安。哟，是令贵人啊！看令贵人请安的样子，说是贵人，可奴婢觉得，怎么还是跟从前伺候咱们主时的身段口吻呢？丽心姑娘说笑了。从前和令贵人一同伺候主的时候，咱们可不就是这么说笑的吗？看你过来的方向，刚是去了翊坤宫，可见到娴贵妃了？嫔妾未进宫门，这个时候娴贵妃怕是在午睡呢。这话你都信？我看是娴贵妃不愿见你吧。之前你那么巴结纯贵妃，替她揉肩捏腿的，如今又调转头去巴结娴贵妃，她能理你吗？换作是本宫，也看不惯你那见风使舵的样子。哟，哪来的燕子泥呀？脏了本宫的心血。你们忙什么？这样的事儿可不是婴儿做惯了的吗？瞧本宫这记性，什么婴儿啊，是令贵人。嘉妃娘娘，奴婢近2天忘了给主修理指甲，怕主的指甲勾坏了您这么好的苏绣鞋面，要不奴婢来吧？主常夸奴婢擦东西干净的。起开！
想伺候本宫，也不先掂量自己配不配。怎么着，令贵人，伺候得了纯贵妃，伺候不了本宫吗？那也好，本宫就去跟皇上说一声，让你去和纯贵妃作伴吧。走。嘉妃娘娘，落下吧。嫔妾愿精心伺候嘉妃娘娘。皇上记得你救孝贤皇后的事，除了上回的赏赐，还要另赏你10匹贡缎，再做嘉许，前途无量啊！李公公，您过奖了。我现在在养心殿当差，还请李公公多关照。养心殿的侍卫大多出自名门士族，你本来就是个艺术。可皇上念着孝贤皇后，也念着你的功劳，才对你另眼相看，你可得好好把握才是。是啊。若是皇上哪日高兴了，再给你指个婚，那就是莫大的恩典了。哎呦，李公公，您别拿我开玩笑了，我无成婚之意啊。话说你成宠的时间也不短了，怎么都没见你有过身孕呀？熬了这么多年，还只是贵人的位分，本宫看着都替你心疼。嘉妃娘娘多子多福，这样的福气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。你知道就好，能伺候皇上已经是你的福分了，就别再妄想其他了。你不配。嘉妃娘娘已经擦干净了。请嘉妃娘娘和令贵人安。走吧。珠儿，你没事吧？擦擦吧。谢了。我宁愿被皇上看见，也不愿被你看见。这就是你千辛万苦所选择的道路，天天与人争与人斗，还要受此欺辱，你不觉得这样的日子很辛苦吗？这条路固然不好走，但未必比从前的路难走。春瞻，我们走。恭送令贵人。误会，真是误会。这嘉妃真是骄横。是我不配，我挣了这么多，求了这么多，在他眼里，我还是不配。珠儿，你还是得有一个自己的孩子。可我喝了这么多坐胎药，没有用啊！自从我生了贵人，受的恩宠就少多了，2、3个月都见不到皇上一回。珠儿，您别急。我越看嘉妃的肚子，越觉得恶心。还是我腰细，我遇不了喜。春瞻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有个孩子。春捂秋冻，别看这几天天热了，可身上的衣服可不能少。
啊，对了，这几日宫里发函证的人多，你可要多注意，有什么事儿到太医院找我。是，太医院差事这么多，你也要注意。那行，我先走了。嗯。索心，李煜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来找主的吗？主去慈宁宫了。不是，我是来找你的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刚从宫外回来，淘得到一个玉簪子，很是别致，我特意拿来送给你。罢了吧，我整日忙进忙出的，带不得好东西。一个粗手笨脚的摔了，不比银簪子摔不坏。先前送您的绒花早旧了，这簪子适合你，你先戴上看看。李煜，你以前送我的绒花，祝我平安荣华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可是这玉簪子太贵重了，还是算了吧。可是这些年咱们是共患难的情分，不在这些东西上。真的吗？自然。哎，对了，贤主怎么去了慈宁宫啊？前阵子嘉妃娘娘不是动了胎气吗？太后总是要询问问问，让咱们主多关照些。真是羡慕嘉妃娘娘，接连生子也是有福气的。你也羡慕啊？啊，谁不羡慕儿女福分呢？你看纯贵妃，就算被3阿哥牵连，可是她不是还有6阿哥和4公主吗？索性姐姐，我先进去了，里边还有差事要做呢。啊，好。生儿育女，我这辈子恐怕没这个福分了。耽误人家做什么呢？皇上，您对外人生生气也就罢了，永璜和3阿哥毕竟是您的亲生儿子，气过了就过了吧。永璜现在抱病在身，谁都不敢接近，3阿哥也是垂头丧气的，怪可怜的呢。其实其他的，朕一点都不介意。朕最介意的是他们居然觊觎太子之位。皇上，您正值壮年，阿哥们不敢有这样的心思，尤其是永璜。哲敏皇贵妃去世的早，臣妾也有疏忽之处。永璜能仰仗的也只有皇上，他不敢有这样的僭越之心。他们就算不敢，也有这样的心思了。圣祖仁皇帝子嗣众多，他的长子允提有了夺嫡之意，被幽禁致死。有这前车之鉴，朕怎么能不提防呢？朕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听从朕的话，顺从朕的心意。朕难过的时候，他们怎么可以不难过？当着嫔妃还有宗亲的面，与朕不同心同德，叫朕怎么能忍？臣妾明白了，皇族父子理应先是君臣。这个道理你明白，可他们不明白。不吃了。吃嘛。主，为何孝贤皇后崩逝之后，皇上如此深情，念念不忘的？索性啊，铭记着，人只有活着的时候真心相对，互不相疑，才是最好。索性啊，你也不小了，该出宫嫁人了。
张宇彬不错，本宫会回禀皇上，把你赐婚给他。可是奴婢还想多伺候主几年的。我要再不把你嫁给他，张宇彬在背后会恨本宫的。本宫希望你出宫嫁人，安稳的过日子。多谢主。主儿，主儿，慈宁宫来传了好几趟话了，请您立刻去一趟。好几趟啊？说什么事儿了吗？不知道。走吧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福杰啊，怎么了？给哀家画了几十年眉，今儿个怎么哀家看着这么别扭？奴婢知错。如意，既然你来了，那你来给哀家画。是。落笔挺利索，下手更利索，怪不得两位皇子都折在你的手里。臣妾知道，皇子受罚，纯贵妃抱病不出，在太后心里得意最多的就是臣妾，自然会对臣妾有疑心。但请太后明鉴，臣妾并无此心。你无此心，那还能有谁？太后心如明镜，皇上雷霆大怒，无非是二位皇子对皇位动了不该有的心思。这样的心思，谁又能左右呢？如若臣妾有心做什么，这也太过明显，岂不是给自己招祸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两位皇子自己的错？皇子们也许也是一时糊涂，尤其是永皇。生母早逝，幼年的时候由臣妾教导。太后如果真要怪罪，就责怪臣妾当年教导不善吧。哼，果然是乌拉那拉氏，说辞滴水不漏。怪不得你姑母宁可舍自己也要保你。姑母过世已久，臣妾若有什么长进，也全是太后的教导。哼，哀家可教导不了你和你姑母一样，成为皇后。姑母确实叮嘱过臣妾要成为皇后，延续乌拉那拉氏的荣光。可臣妾无能亦无知，想了这么多年，也没想明白，为何延续家族的荣光，就非要为之中宫呢？哼，当年你姑母就是被她自己这个心思困死的。想想看，哀家从来没做过皇后，可如今好好坐在这里的是哀家，来日和先帝一起同穴共眠的也是哀家。再想想你姑母和她那份执念，是不是很可笑？太后说的是，姑母当年绝望而亡，臣妾也只有心疼。却也想着，若如姑母一般成为皇后，又能如何呢？人生如春蚕，作茧自果蝉。
你自己好好思量思量，要不要和你姑母一样，作茧自缚？臣谨记太后的教诲。龙蛋得宜，画得不错。福家，更衣。是。臣妾告退。姐姐，我听说太后急召姐姐来慈宁宫，可有什么事？无事。若无事，太后不会特意召见姐姐。可是太后问起了大阿哥和三阿哥的事，我去找太后说明白，这件事情是我做的，和姐姐没有任何干系。这件事就到这儿了，已经了了，也不要再提了。姐姐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做跟我做有什么分别呢？姐姐，我以为你不喜欢我很绝，再也不会理我了。我明白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我考虑，只是这样的事儿不敢再有第二次了。即使躲得过太后的雷霆之问，也逃不过自己的良心。纯贵妃病了这些日子，皇帝可去看过她吗？纯贵妃得的是心病，儿子去看了也无用。心病还要心药医，纯贵妃的心药在你那儿。儿子若是要治好纯贵妃的心病，便是要收回当日所说的话，去告诉纯贵妃，永璜和永璋还有登上太子之位的可能。皇娘，这孩子们有了不该有的心思，儿子实在是忍无可忍。哎，小心噎着，来喝口汤，润一润。哀家明白，孩子们让你寒心了，可是儿大不由娘，未必都是纯贵妃的错。皇帝是个念旧情的人，但后宫不可一日无主。